刀片头一那集，距离上一次更新呢已经是过了10天啊，所以很多朋友都等得很着急。但是你先别急啊，我也是为了休息一下嘛，呈现更好的状态啊。况且啊，10天而已，你急啥嘛？真的是啊！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一消失就是10年啊，这才是更应该着急的事情啊！大学生毕业离家出走10年杳无音讯啊，再次出现却奄奄一息。这人呢？或许很多人不太了解啊，但是在游戏圈却是大神级别的存在啊！从被网友顶礼膜拜的大佬，到最后悲惨的结局，他到底经历了什么？那把时间拉回到2011年。2011年5月6日，武汉救助站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年轻人。通过询问得知，他叫王刚，31岁，长长的头发，脸色苍白，身材消瘦，极度虚弱，即便是站立也很艰难，例行询问也很难进行。每说一句话，就会引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在简单的登记之后呢，救助站人员立刻把王刚送进医院，同时也联系了当地的政府部门，查询王刚的身份。层层寻找之下，确认王刚是湖北天门市张峰村人，而且他的家人呢已经寻找他10年了。这期间呢，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几乎是花光了所有的家底，只要是攒了一些钱，有时间就会去武汉。但他呢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啊，现如今终于找到了。5月8日，王刚被转到了天门第一人民医院，在病床前呢，一家3口阔别10年，终于再次相见。但到了见面的那一刻，老两口完全被吓傻了，因为他们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曾经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如今头发1尺多长，衣服又旧又脏，瘦得不成人形啊！每说一句话都得喘上半天，已经是气息奄奄啊，必须要靠不间断的吸氧维持呼吸。接下来的消息更是晴天霹雳，王刚已经被确诊继发性肺结核，双肺已经损毁啊，肺结核晚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并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把病历和拍的片子拿去到大医院，医生看了之后呢，直接就表示这个患者呢不能接受入院治疗，几乎是宣判了王刚的死刑。无奈之下，父母只能把他拉回了10年未归的家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尽量维持他的生命，等待那一刻的到来。失踪了整整10年啊，他也几乎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记忆里。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10年，努力构建自己未来的黄金时间。可是，在父母的生命中，儿子的形象还停留在遥远的10年前，现在却如同影片快进一般儿子直接从青年才俊变成了垂死卧床的病患。而如此漫长的一段岁月，显然王刚已经是无力再去诉说。那为什么10年不和家里联系？去了哪里？遭遇了什么？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人们所能了解到的关于他的所有信息却都只和游戏有关。游戏大神成为了他人生的最高光时刻。我们只能从家人、同学和网友们的记忆中去寻找王刚的生活轨迹。王刚1980年10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市托市镇张峰村，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母亲在家务农，家境并不富裕。为了供王刚读书和维持生计，欠了不少外债。王刚很聪明，也很努力。小学升初中呢，全县2000多名考生中，他考了第3名。之后又考上了当地有名的天门中学。虽然成绩优秀但王刚呢，在高中时期开始沉迷于游戏。高3的时候，即将要进入高考复习阶段，险些因为沉迷游戏被学校停学。那班主任要把他赶回家说在学校呢只会找时间去玩游戏这样什么都考不上。那王刚的父亲非常生气去天门给他训了一顿教育了一段时间。王刚开始收敛，距离高考还剩最后1个月，开始突击式的学习。一顿极限操作之下呢，问题不大了竟把平时玩游戏耽误的时间给赶上了。1997年的高考，17岁的他凭借自身的聪明和努力，最终还是考上了武汉化工学院，那现在改名叫武汉工程大学，而且还进入了热门的精细化工专业成为张峰村2组的第1个本科生。可以说是全家的骄傲。那由此，王刚离开天门，来到武汉，
开启了大学生活。那王刚性格内向，不太合群，很少和别人说话，在人群中的存在感很低，大多时候都是独来独往。但他的内心对于游戏的痴狂是无法舍弃的。他唯一会参加的集体活动就是和大家一起去街机厅打游戏。很多游戏大多是日文版的，为了能读懂日文的游戏说明，还专门选修了1学期的日语课。每次打完游戏之后的心情就会很好，酣畅淋漓。别的话题不参与啊，但要是聊到游戏，可能就没有那么内向了啊。一招一式，细节上都可以给你做个系统的分析。然后呢，王刚能喝很多白酒，喝到微醺之后，他的状态才会显得很放松，同学们才会在他的脸上看到不常见的笑容。那大1、大2王刚玩游戏还算是正常节奏，但到了大3下学期开始就完全沉迷，连课都很少再去上。再到后来呢，除了晚上回宿舍睡觉之外，平时呢几乎见不到人，而且他的自尊心很强啊，对于别人的劝说只会很反感，谁劝他烦谁，然后就慢慢绝交啊，以至于后来也没有同学在关心他的学业。无奈之下呢，辅导员还把王刚的父亲叫到了学校进行说明，督促加强对王刚的教育，可还是没有起色。除了游戏啊，他对其他提不起兴趣。到了大4快毕业，也没参加学校组织的招聘会。高考的好运并没能延续到大学毕业。最终，王刚因为多门学科不及格，没能拿到大学毕业证。大学4年以肄业惨淡收场，最后连毕业的合照也没有参加。然而他的父母并不知情啊。2001年夏天，他回到家里，隐瞒了没能毕业的事情，内心当然会感到愧疚，只能将来做出一番事业来弥补了。居住了一段时间呢，就说要回去武汉上班。8月28日，父亲把他送到了车站，并给他塞了500块钱，嘱咐他好好干工作安顿好，给家里来个电话。当天晚上呢，父母接到了王刚的电话，在电话里报了平安，然后随意应付了几句。从这一通电话挂断之后，王刚就杳无音信。这王刚呢，属于典型的间歇性踌躇满志啊，持续性混吃等死。到了武汉之后呢，并没有找到什么工作，他一直住在大学校友的宿舍里。钱花光了以后呢，发觉应该搞点赚钱的营生，然后就开始倒腾二手书，就收旧书啊，把学生们用过的不要的那些书进行回收，然后卖到旧书店去从中间呢赚一些差价，但依然是过得很拮据，时常都得借钱度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校友毕业，他也没办法继续住在宿舍，就搬了出来和朋友在华中师大附近合租了房子，每天上午出门收旧书，第2天上午再拿去卖，下午去街机厅打游戏，晚上去网吧，然后回去睡觉。因为经常去街机厅玩和老板也混熟了，偶然的机会和老板聊过之后呢，就留在了街机厅工作，每个月300块钱的工资，还包吃住。工作就是维修机器。王刚也搬到了街机厅收旧书的工作就不干了，这样他成功的把爱好变成了工作，有大把的时间去投入到游戏当中。这个时候，王刚已经是游戏《三国战记》的顶级高手，他以电光影里的 ID 在网上发布了很多游戏视频教材，被很多人反复观看学习。他开创了一些新的联机招式，甚至对这款游戏都影响巨大。很多外地网友还慕名到武汉的街机厅和王刚见面，在线下观看王刚在街机上秀自己的技术，公认的大神，被很多人顶礼膜拜。甚至有人说《三国战记》有2个时代，一个是非王刚时代，另一个是王刚时代。一时间在论坛上很有威望，很受欢迎，算是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这《三国战记》我小时候也玩过那真的是很小了，也算是有点研究，不能说是大神，自我感觉也算是个小妖了所以我也是特意去看了他留下的影像资料。有一说一技术确实很秀，能看出是长时间的累积，也必须承认很有天赋。看完之后呢，就一个感觉，小妖这么多年算白玩了。王刚身边只有几个朋友都是通过游戏论坛相识，然后转到线下就经常在一起玩。2004年后，王刚上网愈发频繁，后来经常在网吧包夜。有个朋友就多次劝他去租一个房子买台电脑，不要每天泡在网吧。王刚感觉自尊心再一次受挫，对这种建议体现出了反感的态度。最后2个人彻底断了联系。这边呢，王刚沉浸在游戏中无法自拔，而在老家父母来看，儿子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
2006年，王刚的父亲为了寻找儿子的线索，从武汉化工学院的学生档案里才知道，儿子居然连大学都没毕业。而那个时候，王刚已经失踪5年了。只在同学们提供的线索中了解他的社交账号经常在线，但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人平安就好，父亲只要有点积蓄就往武汉跑，也贴过寻人启事，可一直没有儿子的任何线索。其实王刚有2次想给家里写信诉说自己的近况，但是呢2次都是写到一半就再也写不下去了索性撕掉。或许就是感觉已经到这个地步，已然是无法面对。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武汉，确切的说是没有离开过武昌区。不过对于他的家人来说，其实呢他已经消失在了现实的世界里。街机游戏到了2008年的时候，玩家就已经不断减少了。即便是《三国战记》这款游戏曾经那么火爆但终究还是会随着时代和游戏产业不断发展而没落。那留下一部分玩家持续关注就不错了。这张照片是王刚在失踪10年里唯一照片，拍摄于200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朋友趁正在等车的空隙抓拍的。王刚不喜欢别人给他拍照，拍了好几张都被删掉了，这张被悄悄保存下来，也让人们能够看到他在这期间的状态。直到2008年下半年，2件事情再一次改变了王刚的生活。那首先呢，工作的街机厅因为涉嫌赌博关门停业他也失业了。他在经常活动的武昌区虎泉街附近租了个10多平米的单间，每个月180块钱的租金，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住处一张桌子和一个破旧的单人床就是全部。同年8月份，网络游戏《地下城与勇士》正式在中国上线。这个游戏也叫 DNF， 是一款由韩国公司开发的2D 游戏，和《三国战记》一样，可以发掘的要素很多，只要肯花时间去研究，也能打出很漂亮的效果。王刚对于这种有很大挖掘潜力的游戏就会很感兴趣，特别迷恋于早一步发现别人还不知道的隐藏招式，或者是道具，或者是找到一些快速练级的高效技法，常人无法完成的事情，他却可以搞定。这种成就感可以让他感到非常愉悦，感觉自己比所有人都要强。游戏中带来的满足感也会冲淡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接触到这款游戏之后，王刚一发不可收拾，长时间耗费大量精力进入游戏里拼杀，而且游戏自身带有交易平台，还可以变现赚钱。游戏中的金币和特殊装备都会引来其他玩家的关注，然后用人民币来和你交易。再就是如果把账号练到很高的级别，也会有人来买。通过游戏赚钱成了王刚唯一的生活来源，更是把他一整个套牢在游戏中无法抽离。为了把游戏玩到登峰造极，赚更多的钱，用现在的话来讲，只能是爆肝去练级，不断的堆时间和精力去挖掘游戏的最大可能性。他也上传了一些 DNF 的资料，但我从来没玩过所以也看不懂这个这画面打得很乱套，这个乌烟瘴气的，这也看不清个个数这不懂就不乱评论了但是他在这里收了徒弟，也确实通过这个赚到了一些钱。他同时练了20多个游戏账号，当时这个游戏的顶级是60级，已经有5个账号起码都是在55级到60级之间。每天呢，通过这些可以收入大概60多块钱，每个月2000块钱左右到了2010年，他告诉朋友，通过卖游戏里的装备和游戏币，1年下来有12000、3000的收入。朋友觉得这样根本就维持不了正常生活，就劝告王刚不要以游戏为主不知道王刚是什么心态肯定是又感觉扎心了从那以后就开始躲避这个朋友，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冷淡下来。那这种话他完全是听不进去的。或许王刚根本就是以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决心投入到游戏当中，所以即便是每个月的收入也没个保障，即便是对身体的消耗必然日益剧增，身体也慢慢透支到极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王刚就经常咳嗽，时间长到别人都习以为常，认为他是气管炎，而他对自己身体状况异常是否有察觉不得而知。2010年11月开始，他就一直泡在虎泉街的巨鹏网吧，这里有上百台电脑，分成普通区、沙发区、舒适区。网吧最里侧就是最便宜的普通区1.5块1小时，没有门窗，光线昏暗，桌椅大多破旧，空气也浑浊不堪。
尽头呢有一张约1米长的沙发。王刚说，就是因为有这个沙发，他才选择这里，因为在这里躺着很舒服。如果饿了，在附近有很多小吃啊，炒饭或者是面条之类；渴了就买网吧里的水喝。这一待就是7个月。而最终的结果如何呢？很显然，他没有赚到钱，或者从网络赚的钱又还了回去。那整个人浑浑噩噩，不修边幅，生病也没有及时治疗，生活也没有规律，不分白天黑夜的泡在网吧。王刚曾经和别人说，理想就是开一个游戏厅和网吧。于是，一无所有的他，用身体的极限来支撑着自己的理想。可那一丝理想之光，最终随着他的身体一起变得暗淡衰弱。2011年4月30日，他开口和徒弟借200块钱，说最近没怎么赚钱，经济超危机。之后呢，又以看病的理由和几个朋友借钱，200到300不等，说3个月后还，一定要帮我。看上去很迫切。这几个朋友早前就知道他患上了气管炎，还挺严重，感觉这次和病情有关系，所以就借了。2011年5月6日，王刚突然发现自己很难受，就躺在网吧的沙发上，和老板说呢，自己休息一下就走。结果到了晚上8点多，他一直没有好转，还不断恶化。网吧人员果断报案，最后被民警送到了救助站。在他还清醒的时候，告诉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和记者，自己是靠打游戏赚钱，有20多个账号，5个满级账号。2天后的5月8日，一家3口相见的时候，王刚已经很难开口说话，眼里只剩下空洞。2011年5月10日，王刚病重的消息被媒体报道。为了帮助他们一家人筹集捐款，就向社会公布了王刚父亲的电话号码。有一天，父亲收到一条信息，说愿意花8000块钱买他儿子的一个顶级账号。看过短信呢，父亲就找到王刚，向他询问账号的密码。王刚却还视如珍宝啊，说这个账号不能卖，这是摇钱树。昔日的网友也纷纷在网上发帖，呼吁大家为王刚筹钱治病。截止5月15日 ，DNF 游戏论坛筹集到了4200块钱。然而，就在网友们还在为王刚事件感叹唏嘘、奔走募捐的时候，5月15日晚上10点，31岁的王刚因病情过重，在家中去世。那一刻是他离家10年后与父母相见的第8天，回家的第5天。王刚的家，出生却又让他感到陌生的地方，没有浑浊的空气，没有黑暗中闪烁的荧幕，不需要逃避现实的不顺，不用再隐藏自己的内心，也不用在网游的世界里无尽的漂泊。但相信那一刻对他来说应该是解脱，可对于父母来说却是永远无法释怀的遗憾和伤痛。他把一生最美好的10年几乎都投入到了游戏当中，所有人都会问他一句为什么。在弥留之际，王刚只说了一句：“太有意思了，你们无法理解。”王刚去世后呢，留下了2张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密码的银行卡，700块钱现金，另外还有20几个游戏账号，其中5个是顶级账号。他和朋友说过啊，如果碰见父母，自己都会躲着走，因为觉得自己没干出成绩，没有脸去见他们。这些游戏账号呢，成为了干出成绩的最后希望，可以让他彻底翻身、衣锦还乡的最后希望。但是很残酷啊，在那个时期，这种理想是背离现实的，而且孤军奋战的模式啊，经受最大考验的是身体。有人说他看得很远，却生错了时间。如果再晚生10年，或者活到现在，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必有作为。可谁又能说得清楚呢？人生如戏，王刚却把生命当成了一场游戏，把所有的技能点孤注一掷，只压在了一个属性之上，可以很快破解游戏的数据，找到程序的规律。但自己的人物设定成为了没有感情和冷漠的角色，生命中也有很多重要的关卡不愿意去破解，选择逃避。游戏中是满级大神，现实中却没有得到任何经验值。这个世界可以没有游戏大神，但父母失去了孩子，就失去了整个世界。最终梦想也未必要悲壮惨烈。游戏的通关结局是已经被注定的，输了可以重启。人生的结局是开放的，但输了就无法重来。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大吉，有谢谢了，拜拜。